我们看这张图，这是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和青铜器，而诡异的是，专家居然在上面找到了焊接的痕迹。早在4000多年前，四川的古蜀人就能通过焊接技术来制作青铜器。可能大家真的不明白，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对于世界，它意味着什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还计划制作一个和青铜神树一模一样的材质模型，可结果却失败了。原因是铜的冷却速度极快，铜水还没有到纹理处就已经凝固了。而三星堆人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掌握了一项技术，可以让铜水加速流动，同时也能延缓它凝固的时间。也许在这里就用到了磷元素，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磷元素是德国人布朗特在17世纪时发现的，所以早在1933年，三星堆就已经被挖掘，到今天也只探索了6%，因为真的是不敢挖了，不然华夏乃至全世界的文明都会被颠覆。在近100年的考古发现，就仿佛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失传的技术、逆天的文物，全部集中在汉朝之前。我们真的很少听说过后来的唐、元、宋、明、清时期挖出来过很高超的科技文物，所以足以证明我们的历史在汉朝之后确实存在着退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大家都以为先秦的历史是有外星人的帮助，或者说是人神混居的时代，其实这种概念成立的可能性并不大，而能导致历史退步的根本原因是过度护卫皇权，固化民众思想，拉开贫富差距，甚至不惜篡改了我们的文化。今天呢，我用一个视频就跟你说清楚。在先秦时期华夏历史上出现过一次新文化运动，很多大的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井喷式爆发，而儒家思想的孔子就是当时其中的一员。但没有想到可以影响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那为什么只有儒家文化成为了盛世呢？其实当时除了儒家的孔子，还有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还有纵横家、阴阳家等等众多学派。但儒家它真的不是最厉害的，但儒家是护卫皇权，用仁义礼智信的方式来压榨剥削百姓最厉害的。所以采用什么思想来治国是君王的事儿，百姓无权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儒家会成为盛世的主要原因。而墨家呢，它就不同，墨家主张的是人人平等的兼爱思想，不仅提倡人定胜天，还提倡反对世袭制。墨家说，这天下的王，我们要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举之。所以在强大的君王统治之下，墨家在秦国统一后不久便在历史中神秘消失了。而要说起道家，则更加的神秘。直到1971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再加上近10年网络时代的加持，才让后人真正的看清道家的真相究竟有多厉害。我们看这幅图，这是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棺木里发现的梯形帛画。这幅帛画还被分成了3个部分，从上到下依次是地狱、人间和天堂。而人间的帛画正是辛追夫人生前的写照，一个雍容的老妇在仆人的相拥下，神态安详，但是略有些微伤。同时呢，在辛追夫人刚被挖掘的时候尸体可以说是历经2000多年不腐不烂，栩栩如生，竟然连头发都是乌黑亮丽的，这简直就是考古界的奇迹。同时，辛追夫人和古埃及的木乃伊还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具尸体完整并且皮肤具有弹性的千年女尸。日本曾经就想用天价来换取辛追夫人的1寸头发，美国想用月球的土壤来换取辛追夫人周边的木炭屑，可是都被中方考古队给直接拒绝了。因为一起和辛追夫人下葬的还有一位道家宗师利苍，辛追夫人是他的小妾，而利苍是早年帮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后来被封为长沙国的丞相，利姓是真正的道家传人。所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不仅是道家失传的技术，还有道家失传的思想。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12万字，最后经过几年的翻译整理编撰成了7本书。这其中有一本书叫做《五星战》，另一本呢叫做《天文气象杂战》。五星战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的运行规律，和今天的数据做对比，580天只差0.43天。天文气象杂战中详细记载了29颗彗星的名称和周期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就算是用现在的科技观察这29颗彗星的运行周期，至少也需要600年的时间，而古人居然做到了。更可怕的是呢，这些彗星的样子是21世纪用现代科学家望远镜才观测到的，而古墓出土的帛书上图片做一下对比，竟然高度完全一致。这就是在说明我们的历史存在着严重的退步，也足以说明2000多年前的道家就足以有着观测天文彗星的技术和方法。看到这里，法国人的书中说，从天文记录上看，中国人的历史绝不止5000年。而更意想不到的是五星战和天文气象杂战我们能读懂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少，也就是运行的规律和彗星的样子。但这些在书中都是一小部分，都是皮毛。这2本书中的重点是道家失传的占星术和一些预测的方法，但这些呢早就已经失传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还有一本是老子5000言加一本，也就是《道德经》，居然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道德经》内容完全不同。
帛书版《道德经》是德在前，道在后，因为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虽然只是顺序的区别，但是意思思想已经是千差万别。内容上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的书中写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写曲则进，枉则定。原来老子的意思从来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教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愚善信。我们都知道老庄杨烈的道家思想，他们虽然不是非常的相似，但是都统一对儒家的仁义十分的反感。他们说仁义就是鬼话，是把圣人故意的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而奇怪的是呢，为什么在我们的道德经上又说与善人，言善信呢？这不就是和道家观念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我们读了2000多年都没有整明白，可结果帛书出土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说的愚善信呢，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本的仁义几乎没有一点关系。再比如我们书中写道可道，非常道，而马王堆帛书上写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原来老子的意愿根本就不是道不可道，道不可说的意思，而是说道是可以形容，但是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定的形容。还有一句我们都熟知的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可是《道德经》万人追捧的洗脑神句可帛书出土之后，我们才看到真相，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老子的意思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弘扬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谓蒙骗我们的无为不争，其实根本就不是老子的本意，而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篡改的版本。而最可悲的是篡改的版本我们竟然学了2000多年。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开始大力弘扬儒学，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彻底淹没了墨家思想，篡改道家思想，让儒家成为了盛世，打造一个成熟的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士农工商男尊女卑，官民分等，嫡庶分等，拉开贫富差距，让中下阶级的人永无翻身之地，还要弘扬君子以固穷，贫穷要安贫乐道的儒家亮点。所以真正影响科技发展的、思想进步的，是历代的统治者过度护卫皇权和贵族的利益，实行愚民的手段导致。外星论始终很难实现，人性才是最可怕的东西。所以近现代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近，再加上网络时代的加持，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的文化原本它就是强悍的、不可磨灭的。所以帛书版《道德经》我就推荐给大家，不仅印刷很好，每一页还有和传世版做的对比和翻译，每个人都要收藏一本。